印度又有新花样了。6次入选常任理事国失败后，不甘心的印度放下狠话，如果再不能入选，就直接退出联合国。印度作为拥有最多人口的国家，其深厚的历史和多元的文化使其在全球舞台上独树一帜。然而，印度却并不在意这些，反而十分在意自己的大国梦，而他们认为的标准就是成为5常之一。他们为此先后申请了6次，其中最接近的一次就是成为全球第5大经济体时。本以为能够凭此跻身5常，但并未得到投票通过。印度在看到这个结果后非常不满，甚至公开表示有退出联合国的打算，计划另建一个新的联合国。这一举动让人感到十分有趣。但话说回来，印度一直被拒的原因又是什么呢？点击头像进入主页，我们接着往下聊。印度第6次入选常任理事国再次失败，表示要退出联合国，而且要自己成立一个联合国，用来挽回自己被丢掉的面子。那么印度的这个梦想会实现吗？面对印度渴望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渴望，联合国指出过印度面临的诸多问题。按照历史规定，2战中获胜的国家才有资格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。然而，印度在2战期间并未参战，这成为印度争取常任理事国身份的一大障碍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在联合国成立初期，印度还并未独立，直到1947年，印度宣布独立，才能全力发展军事力量。可印度在自身的军事技术上长期表现不佳，自行研发的各种武器经常出现问题，坦克自炸，战斗机坠毁，想模仿钱学森弹道研发导弹。虽然最后导弹发射后确实难以捕捉轨迹，但降落地点同样难以寻找。更别提如今的印度，仍然需要进口他国的陈旧武器来提升军事实力。这一点又成为了申请5常的巨大障碍。尽管印度已经崛起为世界第5大经济体，但国内贫富差距严重。根据2022年统计，印度仍是中度饥饿的国家，大部分民众依然未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。明知自身问题如此之多的印度，为什么又对5常的位置十分渴望呢？点击头像进入主页，我们接着往下聊。6次入选常任理事国，但全都是以失败告终。印度表示再不能入选就直接退出联合国。那么印度为什么非要入常呢？假如印度成功跻身5常行列，并且在联合国外交舞台上荣登安理会成员，这必将赋予印度更为显赫的国际话语权，有望扩大其全球影响力。这对周边国家来说，将使印度处于更为崇高的地位。有一些声音认为，印度可能借此机会介入其他国家的政治局势，甚至采取武力行动以捍卫其所谓的国家利益。这引发了一些国家对于印度意图的质疑和戒备，因为在国际事务中，强权往往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。然而，亦有人对印度美好前景表达疑虑，他们认为印度或许难以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因为其他国家并非幼稚，能够看透印度的真实意图。一些人甚至猜测，如果印度再次在争取联合国职位时落选，是否会退出联合国？自己会不会建立一个新的联合国呢？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